来，欢迎花花，欢迎花花，有请。来，请坐，请坐。对，可能要小心一点，感觉会被陷进去。来，花花先跟我们所有迷谷的朋友来打个招呼。Hello，所有迷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今天是这样，今天不只是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位虚拟主持人要给你介绍一下。对，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我们的虚拟主持席酱，欢迎。哎，出现了。Hello， 大家好。Hello， 花花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虚拟偶像组合灵犀中的西酱。我们都知道花花的歌声特别的棒，但是今天在现场呢，就先不考验你的歌声啦。因为我们收到了粉丝们的小心愿，想要在现场听花花来说一句土味情话，一定要用最宠粉的语气来说，可以吗？可以啊。哎，我发现以后真实的就不要搞真实主持人了，就搞这种虚拟主持人，在背后所有的嘉宾的心都被融化掉。来，你挑一句吧。那么花花，我觉得我们这边有3条被选了，觉得哪一条是最能接受的？随便挑一个，都很宠溺，我觉得，反正。要不最后一条吧，比较短一点，或者是怎样？好啊，好，最后一条吗？背下来了吗？你要不要对着这个 VR 的机器说？好啊，他这个要对答是吗？好。好。看着机器是吗？对，是最后一条是吗？对。好，你们要回答他，配合啊，来。你会游泳吗？不会。那我们怎么一起坠入爱河呢？啊！哇！下面的粉丝一直在跺脚，哎，害羞到了。你在跺脚的同时，那边有几个人就已经爽到一个不行。要给花花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非常专业的乐评人邓科老师。是我认识邓科老师。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些我们的之间的对话，也有一些邓科老师关于乐评人的一些问题。我们看邓科老师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好不好？好啊。来。没好，就是因为花花他跟歌迷的关系非常的奇妙，他会把歌迷邀请到他自己很多作品的创作当中。那从最早的这个 Why Nobody Fights， 那么后来的我管你，然后包括最新这个发布的与火星的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能吸引我的这种。创意太好了，而且他的创意他不断的在更迭。原来呢，先是请歌迷来录音棚录音，而且他特地要那种就歌迷他唱的就不太准，但是又总体还比较准的声音。然后后来又跟歌迷互动，那这次直接就拍成一个纪录片了，是吧？我觉得你是怎么考虑你自己跟歌迷、跟粉丝、跟听众之间的关系的？你又怎么老是有这种新的想法冒出来？因为其实我的第一首歌是那个 Why Nobody Fights， 然后当时我是想写一个我跟歌迷之间的一首歌。那其实如果我专门写一首歌去感谢大家，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太一般了，就是我就感觉我刚出道没多久，就是其实我们之间的情感建立大概不到半年，对，然后那我觉得。一首歌不足以表达说在半年时间我要是在这个歌里写我对他们有多么了解，我觉得那个一定是不够最准确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与其这样，我觉得更酷的事情是不是把他们写进这首歌里来，就是让他们直接就把所有人的声音放进这首歌，对，然后那今年的这个与火星的孩子对话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就是互相守护陪伴了。6年了，对，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是非常的了解，然后他们也对我很了解，然后我觉得这个情感的建立可以有一起来创作，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创作会比直接出来写的要更好，所以这首歌他们也参与了创作，词啊。包括 MV 啊，包括演唱，对。这对创作者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创作它是一个特别个人化、特别私密化的事情。跟人合作，甚至是邀请这么多人一起来创作，这其实是一个挑战，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影响你的写作。
对我就其实也不挺厉害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这首歌是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我只是很简单的就是把歌迷邀请过来，我们一起来聊天。我问了很多问题，然后他们有不同的答案，其实就跟这首歌最终的成品是一样，就是当时我问的问题，然后他们的回答，就把这些对话的内容放进了这首歌，就很真实的一首歌。我再帮歌迷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这个新歌《好想爱这个世界》真的听得特别感动啊，因为不管是关注的人群还是表达的方式，其实真的都会让人觉得就是很温暖。那其实这个是《火星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嘛？第一部，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的安排有一个大概的安排吗？火星三部曲的第一部，对，已经发了，然后第3部也发了，就是与火星的孩子对话。但其实还有2首是，第2部是《疯人院》，应该会在下个月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还有个工作人员干嘛这么嫌弃？是不应该说是吗？可能是到时候看情况吧。对，然后还有一个7重人格是，它其实是3部曲里面的，准确说应该是4部曲，但我不想把7重人格放在这个被说成4部曲，因为它其实像一个3部曲的前端的，它是个影子，就是所有的歌曲的，也不能算序曲，就是如果是1、2、3的话，它就是0，对。很在有一种在包含了所有的歌曲的那个感觉，对。哦，回答的很具体哎，我原以为会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特别模棱两可的答案，没有想到这么具体。你一直拿个牌子在干嘛？对啊，所以因为我听说花花一直很宠粉嘛，但是我也想知道说，那粉丝到底爱上花花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也跟粉丝团征集了5条，我觉得花花来亲自揭开2条，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好啊。就接2条就好是吧？对，接2条就好了嘛。好，随便接2条来。好，来第1条，是因为他的音乐给我力量，温暖着我。所以应该很认可这句话吧？我是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的音乐最终能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和效果。那我觉得如果我做音乐能够给人传递力量，并且能够温暖到某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我觉得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会很自豪吧，对自己很自豪，对。OK， 那我们来进行第2条，来再抽1条。表达的东西都很有力量，给予动力，指引方向。哦，那不如全揭开喽。好啊。他就像一个精灵一样，用他的音乐拯救者，温暖着、治愈着我们。我干嘛要撕每一条都是在夸我呢？我有点自己，而且还自己把自己这些话念出来。才华让我惊叹，性格和教养让我自省。温柔是最击溃我的地方。少了个的。击溃他没有写的，他没写的。对。全是在业务能力惊喜了我，才华震撼了我，3观、性格、素质都影响了我，他时时刻刻都给予我力量。哇，好吧。也不让你评价了，让你评价也不知道咋评价。我讲的怪不好意思的，其实。对。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花花。那个今年的演唱会反响非常的强烈，整个拉动了一个市的经济3天。抢不到票。对，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明年的有没有什么计划呀？有，我明年会在春天的时候开我明年的。别说，他们让你别说。一个应该在北方吧，再开一个很新形式的一个演唱会，因为这个演唱会我准备了2年，对，然后本来想今年开，但是时间实在是准备来不及不够，然后我就最后说，那我们就再多准备1年，对，所以明年是没有问题的。对。好，但是就尽量多开一点，让大家就是实在抢票真的很难抢。是，但我主要是很想把演唱会做到质量很高，好一点。对，
那就继续期待了，好不好？我们期待着春暖花开的日子，有新的一个惊喜跟呈现方式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去我们的咪咕音乐关注花花的音乐。谢谢花花，谢谢，谢谢花花，谢谢谢谢，有请，谢谢，有请，谢谢，拜拜，谢谢。